你知道人类是怎样进化的吗？大约200多万年前，非洲出现了人属动物，后来人类逐渐走出非洲，并且演化出许多不同的人种，它们先后出现又消失，但总有不同的人种同时生活在地球上。通常把人类进化史分为猿人和智人2大阶段，每段再分为早晚2个时期。早期猿人生活在377万年至180万年前，以中国巫山人、肯尼亚1470号人、坦桑尼亚峡谷能人为代表。晚期猿人生活在150万年到20万年前，也就是直立人，以印尼爪哇人、德国海德堡人、中国元谋人和北京人为代表。早期智人生活在20万年至5万年前，以德国尼安特人、中国丁村人为代表。晚期智人生活在5万年至1万年前，以法国克罗马农人、中国山顶洞人为代表。不过博士给大家声明的一点，如下时间以大概为思路，没有精确时间点，现代科技也不可能做到十分精确。5500万年前最原始的灵长类出现，800至600万年前最早的大猩猩出现，随后黑猩猩与人类开始分化为2支。580万年前，图根猿人被认为是最早开始直立行走的人类祖先。550万年前，始祖地猿是早期初型人类，与黑猩猩和大猩猩仍有一些共同特征，栖息在森林里。550至130万年前，南方古猿从这里开始被认为是人类开始进化的阶段。1924年，南方古猿化石发现于南非，被称为汤恩男孩。后来专家陆续在南非发现数百件南方古猿化石标本，它们的脑容量与黑猩猩相同，约为400至500毫升，却是直立行走。320万年前，Lucy 著名的阿法南方古猿种标本，活动范围为现在的埃塞俄比亚的哈尔达附近。270万年前，豹氏蚌人是早期的人族及最大的蚌人，草食，在东非地区发现，于120万年前灭绝。250万年前，能人与早期原始人类相比，他们的面部不那么突出，但是仍然有许多人类特征，脑容量约为600毫升。一些原始人类将腐肉引入他们的食谱，额外的能量促进演化出更大的脑部。200万年前，在非洲出土尔加斯塔人，脑容量最大可至850毫升。180至150万年前，在亚洲也发现直立人，我们可确知的最早采集狩猎祖先，最早一批大规模走出非洲，脑容量约为1000毫升。60万年前，海德堡人在欧亚非都有分布，脑容量与现代人相近。在德国海德堡南约6英里的河床发现，是尼安德特人的直接祖先。在20至1万年前这个阶段，非洲大陆上演化出了智人。大约7万年前，一部分智人离开非洲，前往世界各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智人一路走，其他人种就一路灭绝。先来认识我们熟知的几个智人吧。罗德西亚人是一种生活在古代的人类，形态上相似的遗骸在南部非洲、东非及北非发现。该遗骸属于12.5至60万年前。现时大部分学者相信罗德西亚人是属于海德堡人。根据蒂莫西·怀特所指，罗德西亚人可能是长者智人的祖先，尼安特人是现代欧洲人祖先的近亲，因其化石发现于德国尼安德特山谷而得名。从12万年前开始，他们统治着整个欧洲、亚洲西部以及非洲北部，但在24000年前，这些古人类却消失了。研究结果发现，欧亚大陆现代人均有1%至4%的尼安德特人基因。丹尼索瓦人大约3万年前生活在一个冰河时代的人类种群，通过对古代遗留化石提取的 DNA 进行分析，科学家证明了丹尼索瓦人的存在。虽然是依据俄罗斯的化石样本命名，其实这一人种主要分布在中国。2019年5月发现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古人类下颌骨化石，最新分析研究确认其为距今16万年的青藏高原丹尼索瓦人，而我国藏族带有少量的丹尼索瓦人基因片段，从而大多具有适应高原的先天能力。山顶洞人属晚期智人，距今2.7万年前左右至3.4万年左右。也许是巧合，中国北京郊外周口店龙苦山猿人洞中曾发现多具北京猿人化石，但在山的最顶端石中蠕动及山顶洞中。1933年有新人阶段的化石人骨出土，称此为山顶洞人。佛罗勒斯人因为身材矮小，又被戏称为霍比特人。一般认为他们与现代人类曾经
经生活在一个时代，他们居住在印尼佛罗勒斯岛上，直到约12000年前灭绝，是已绝种人属中存活最久的。说了这么多智人，那我们现代人究竟来自哪里？学术界目前有2种主要假说：近期非洲起源说和多地区进化说，两方争论不休，至今仍未盖棺定论。之前学术界的人类非洲起源说，主流声音有远期走出非洲学说和近期走出非洲学说。远期走出非洲学说即200万年前猿人从非洲走出，已成学界公认。近期非洲起源说认为，现代人类起源于20万到15万年前的非洲，然后在大约10万年前从非洲走向欧洲、亚洲、美洲以及大洋洲，最后完全取代当地的古人种。在取代过程中，没有发生明显的与原住人群的基因交流，由此地球上所有现代人群均为非洲晚期智人的后裔。1987年，美国遗传学家肯恩等人通过对祖先来自世界各地的147名现代人胎盘线粒体 DNA 序列分异度的研究，提出了著名的线粒体夏娃理论，认为现代人的共同祖先是一个28.5万年到14.3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女性，为近期非洲起源说提供了有力证据。1984年，吴新志与2位国外人类学家在联名提出多地区进化说，他发现袁某人、北京人以及中国发现所有化石人上的门牙无一例外都是铲形门齿。今天拥有这一特征中国人大约80%至90%，而非洲人只有10%。多地区进化说主张现今的4大人种分别形成于中国、非洲等4个地区，他们在各自的地区相对独立的连续进化，互相间有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，既能保持一个多形的物种，又不丧失一部分各自的特点，使得全人类发展成一个多形种之人。人类进化的过程相当复杂，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证据，我们现在还只能是推测，不能完全确定更加准确、权威的结论，只能等待更多的考古和科学发现。